大家好，我係九叔啊。今次呢就一連兩集想分享下德島之行有咩好食好玩啊。今集呢就主要就講食嘅，咁下集先分享翻有咩景點好玩。廢話少講 ，Let's go。一落地就唔使講嘢，直衝咗去睇阿波舞 live 演出。作為德島文化象徵之一，最圓滿就梗係親身參與每年8月舉行嘅德島市阿波舞祭啦。但係正所謂在世上沒有多少東西會盡如人意，多數像 sorry。九叔作為公司食物鏈最低等嘅社畜，暑假想攞假有邊度餓啊？好似我咁就唔到期嘅話，都可以嚟全年無休嘅阿波舞會館欣賞有成400年歷史嘅阿波舞。喺會館握手位超近距離睇舞團演出，當然冇阿波舞祭咁熱熱鬧鬧、聲勢浩蕩，個感覺傾向似溫馨家庭式演出。資深嘅舞者仲會現場教你一招半式，唔係坐喺度齋睇，可以學翻2招傍下身。講親身感受啦，我覺得真係零悶場，起碼演繹唔同變奏下嘅阿波舞，唔會一套公式跳到尾。介紹歷史都係點到即止，唔會變廁所位，仲會加插樂器 solo， 成個編排非常之咁豐富。最抵死係仲會邀請全場觀眾一齊落場，要跳埋一份嗰下過癮啊嘛！嚟都嚟咗，咪咩都試下咯。你當九叔流㗎，話晒都 wave party 型歌舞王啦。夾糊接夾埋慘跳完呢，仲會有個頒獎儀式，送翻啲紀念品俾食過夜粥嘅市民。我跳得咁好，竟然唔揀我，冇眼光啊你！見到阿姐姐全程扭住咁翻埋位，扭到咁勁抽，你贏。去到埋尾，原來先係戲肉。呢套狂野高速激昂版掀起全場高潮，真係估唔到得幾個動作嘅阿波舞可以有咁多變化。我自己就睇到手掌都拍爛咁滯，真心推薦大家現場感受下。呢度仲有 size 幾迷你嘅阿波舞博物館可以行啊，都係啲例牌嘢啦。介紹下阿波舞發展史，仲有展出阿波舞傳統服飾、樂器。我覺得睇咗先入場就會投入感高啲嘅。有幾高啊？幾高好難講嘅。比較特別啲就係有一個電子互動區，可以喺睇 show 之前嚟呢度練定舞，又或者玩下阿波舞樂器版太鼓之達人啊，同班老 best jam 下歌咁。睇完咪急急腳走人住，因為呢度仲有嘢玩嘅。會館5樓可以搭微山纜車上山觀景，短短6分鐘車程就可以登頂去睇德島平原全景。全景等我睇過，乜都冇喎。當日落雨變咗情深深雨濛濛咁款，我心情就好似個景咁，又未至於完全冇嘢睇嘅。話說觀景台係橫江白棚祥同佢老婆相識嘅地方，所以就變咗戀人聖地。室內觀景室仲有個鐘俾大家敲下，叫做有啲打卡位。本身呢個位置就係打卡位嚟嘅，但係好可惜，今次真係天氣不似預期。如果天公造美，個人都推薦大家上一上山睇景嘅。都遮得幾緊要啊！其實可以話係淡路島都見唔到啊，市景都悶悶地嘅啫。另外值得一提，
當日觀景咖啡聯成緊鬼滅之刃變咗鬼滅咖啡，九叔有努力爭取，可惜店主謝絕拍攝，拍唔到俾大家睇。大家計劃得到行程嘅時候，最好就有兩手準備啦，唔係就好似我咁得個慘字噶啦。我寫個慘字啊！最後想講幾句喺會館1樓嘅物產觀光交流廣場，係今次九叔見過嘅手信店當中規模最大最齊貨嘅。你買咗呢啲嘢？買呢條即係類似嘅，即係唔哦，男團友就好醒目，第一站買咗條藍染頸巾俾老婆，求生意志好強啊！九叔就買咗呢款2合1魚醬紫菜，送酒唔錯，推薦。好例牌咁買咗支濃縮柚子汁，呢支嘢就普普通通，亦都買咗個紙鎮，因為每一個都唔同，我覺得幾特別。另一個推薦係藏喺深深處嘅當地名店龍之燒餅，招牌嘅麻薯燒餅幾好味，我覺得芝麻味最好食。總結呢個館一站式，有舞睇，有景睇，有嘢買， CP 值相當高，推薦推薦。下一站想分享一間人龍店，望住個海景，試下喺名門海峽漩渦中成長嘅名門鯛魚。當日細平日嘅中午，竟然座無虛席，仲要清一色當地人。呢間鋪最出名係鯛魚拉麵，想試盡成條鯛魚嘅推薦叫鯛魚餐，一次過已經可以試齊壽司、刺身、炸魚、苦飯、拉麵，唔係小林專託晒叫 half course， 已經好夠食㗎。個人就覺得刺身好好味，因為肉質肥厚緊實，同平時食到嘅鯛魚好唔同。招牌鯛魚鹽味拉麵好有驚喜，用鯛魚熬出嚟嘅白湯，陣奶油味雖然厚重，但整體濃郁得嚟，清甜唔膩口，配搭水分較少嘅細麵，口感爽脆。炸鯛魚皮做到口感酥脆，調味適中，好食。哇，好熟喎！呢間鋪頭喺德島站附近都有分店，本店優勢就係食到咁上下，可以行出去望下海啦，吹下海風幫助消化。但係溫馨提示，返本店成日爆場，記得提早喺官網用 Line 預約。如果自駕遊，記得預約埋車位啦，因為車位只係得3-4個。Birthday to me，環保鮮嚟咁喎呢個，會唔會爆㗎？正喎呢個。九叔跟住就去咗附近嘅四方見展望台睇景呢，就唔使成碌杉咁凍喺度乾晒住咁睇嘅。展望台隔離就有間法式甜品店 French Monster， 可以嘆住 tea 慢慢 J 下個景。呢間 cafe 係薄有名氣嘅打卡店嚟，賣點之一係附設180度觀景露台，可以舒舒服服嘆住杯啡，想點影就點影。仲可以欲窮千里目，上多一層樓，上去360度屋頂露台打卡，將紀伊海峽、大明門大橋、淡路島、瀨戶內海、小豆島同框靚景盡收眼底。至於小食方面，今次呢就試咗阿波美雞芝士三文治同埋布甸，因為掛住拍嘢塊三文治已經凍晒啦，0分收工，咪住。布甸就蛋味夠香，質感夠滑，但最有印象係杯阿波番茶，幾好飲，推薦推薦。另外推薦呢款叫做名門第2樓購嘅茶點，係用當地酒造嘅純米大吟釀酒糟、芝士和3盤糖等等製成嘅牛油餅乾，係日韓國內線頭等倉嘅茶點嚟，而且每盒包裝上嘅紐扣都唔同，買嚟做手信冇得輸。嚟到德島就冇理由唔試下名物阿波美雞嘅，可以食到阿波美雞嘅鋪頭 N 咁多。九叔揀一紅嘅原因，膚淺到爆，就係俾佢門口張招牌烤雞髀嘅相吸引咗。鋪頭內裝叫做企企理理，正常餐廳格局，主打係連骨上烤雞髀，仲玩到有嫩雞版同老雞版兩款 option， 識食就梗係我全都要。原來呢間鋪頭炮製阿波美雞嘅方式都唔少，烤炸蒸煮總有一款啱心水啦。哇！呢個超熱，呢個係師傅牌嘅有骨阿波美雞，一隻比賣成1600 yen 就真係唔算平啦，但係真係好鬼巨型，目測有平時香港食嘅2倍咁大隻。喳喳聲喎，聽落真係。皮脆肉嫩，急喎，邊個？你覺得點樣啊？
好食。講過啦，繼續啦。阿姨，係呢個邊個嚟啊？茄喱啡咯，佢個皮好脆啦，同埋佢好多汁。其實你都睇到佢哋呢班人渣係幾咁冇人性啦。其實我食咗一嚿咧，佢剩翻個骨俾我咯。咩意思先咁樣係？你見我骨都唔放過就知點啦。九叔幾中意佢帶有焦香嘅調味，好鬼香口。雞呢就皮脆肉嫩，肉味濃兼有咬口，但唔好期望係爆晒汁嗰一種。當日撞啱間鋪老闆巡鋪，九叔都有八卦下有冇咩秘方可以偷下師。老闆就話冇乜特別，都係用鍋爐高壓去燒隻雞。結論咪就係雞靚，師傅火候掌控得啱啱好。喺呢個時間食啱啱好啊！至於老雞版有啲似肉質結實版嘅油封鴨髀，油香滲晒入雞肉，帶啲鹹香，送酒堅掂。其他嘢食都有水準㗎，沙律同刺身份量足料 ，CP 值都幾高㗎啦。九叔就特別中意呢度南麻阿波美雞，幾好食下。唯獨係呢一道雞髀半烤燒就真係搞唔掂，肉質又硬又韌，仲硬過我條命，襟食過香口膠。哇！順帶一提，一紅喺德島站附近都有分店。去本店嘅好處就係附近正正係德島夜生活集中營嘅橫街雜巷，隱藏咗唔少當地人先知嘅人氣小店。啲街仔仲有些少昭和時代小巷嘅感覺。想體驗當地人轉場文化，多試幾間記得留肚，又或者食飽飽散下步。最後講講。今晚住嘅酒店係德島新 Roop， 位置就喺正 JR 德島站對面，相當就腳。唔揀斜對面嘅大和，車站上蓋嘅 The Grand Palace， 最大原因係有得浸溫泉。咁3樓啦有 lobby 啦，咁11樓咧就係佢嘅天然溫泉啦，即係呢一個啦，溫泉。但係溫泉唔拍唔到俾大家睇。其餘設施就真係冇咩好講，一般商務酒店嘅格局。房都順手拍埋俾大家望望，一眼睇晒正路到冇得再正路嘅舊式商務房，都叫做夠空間可以執下行李。隔條馬路仔有 Muji， 德島3月百貨，另一面德島站都有個 Clement Plaza 行下街，唔怕有錢冇掟使。至於洗手間呢，就令我諗翻起 N 年前嚟讀書時住嘅學生宿舍，簡直係一模一樣噶。樓下咧直接有一間24嘅 Family Mart， 都大間嘅。想食宵夜又唔想便利店搞掂，當地老友推薦我去呢間麵王酒店，斜對面過條馬路仔就到路。我見平日11點左右都仲爆場，幾有人氣，我就點咗個乜餸都齊嘅麵王 Special。九叔咧就覺得佢個湯幾特別，話就話係豬骨醬油湯，但實際食時有陣好似壽喜燒湯汁嘅甜味。雖然個湯好濃厚，但就因為呢陣甜味，反而越食越醒胃，食晒成碗都唔會覺得好膩㗎，仲可以好似食壽喜燒咁，問店員攞隻生蛋打落碗面度食。麵條就用爽脆嘅細麵，麵有咬口，又唔會掛太多湯，好啱我個人心水。配料非常豐富，有紫菜、牛肉、蛋、筍乾，仲有最靚嘅豬腩肉，全部都過合格線嘅。特別係個壽喜燒風牛肉，幾有驚喜㗎。仲有辣芽菜免費任添，我個人就覺得芽菜可以辣多少少。我食完先知，原來仲有黑胡椒麵、辣椒麵、海苔麵可以揀，唯有下次嚟先再試。好啦，今次條片就到呢度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訂閱九叔勝造7級浮屠？你幫下我啦！撳個掣就功德無量，施主唔該晒。下集想分享下打卡位多到爆嘅大冢國際美術館，唔使好似羅浮宮咁輕輕鬆鬆就可以同蒙羅麗莎打返張靚卡收藏下。再去近年人氣3級跳，由3隻貓住持鎮守嘅人氣貓子。當然唔少得去睇世界3大漩渦潮流之一嘅名門漩渦啦。下條片見，拜拜，記得訂閱啊！